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，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。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景隆资源，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第一点，景隆资源 Kimlong Resources Berhad， 简称 Kimlong， 成立于1975年4月，在2000年11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，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的种植公司，主要从事油棕种植、加工油棕鲜果串和营销油棕产品、加工油棕纤维以及沼气发电业务。目前 Kimlong 在大马交易所的种植板块中排名第10位，拥有大约17亿令吉的市值。第二点， Kimlong 的业务主要通过2个部门来经营，那就是种植部门和棕榈油加工部门。Kimlong 的种植园位于柔佛州、沙巴州和沙捞越州，种植面积高达16922公顷，其中94%的土地是种植了棕榈树。这些棕榈树当中，有大约75%是6年以上的成熟阶段，7%为6年以下的幼熟阶段，其余的18%则处于未成熟阶段。另一方面，Kimlong 拥有的3间棕榈油厂是由棕榈油加工部门负责运营。这3间棕榈油厂位于柔佛州的 Kota Tinggi 以及沙巴州的 Keningau 和德鲁比，都是位于战略性的种植园附近，每年可以加工约150万吨的新鲜果串。截至2022财政年，公司的棕榈油加工部门所贡献的营业额占了总营业额的97%以上，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剩余的2%左右则是来自于种植部门。第3点， Kimlong 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公司。最初期的公司 Syarikat Kimlong Sdn Bhd 是由现任执行主席 Gui Xiong Lim 的已故父亲 Mr. Gui Liak Kwang 和已故母亲 Madam Lu Giok Eng 在1967年8月共同成立的。一开始，他们在柔佛州的乌鲁迪让附近购买了一个占地1000英亩的旧橡胶种植园，然后在1968年将橡胶园转变为油棕园。当时，马来西亚政府才刚刚开始鼓励园主种植油棕，不过没有多少园主愿意从成熟的橡胶业转向前途未知的新兴油棕业。在种植园的方圆100英里范围内，只有2家棕榈油厂在运营。面对这回报不佳的高风险， Mr. Gui 夫妇在不利的条件下持续坚持了数年后，油棕业在1972年开始看见了曙光，有更多的棕榈油厂建立了起来，扩大了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市场。Mr. Gui 的孩子们也开始陆续从加拿大毕业，回到马来西亚帮忙管理家族业务。1981年 Kimlong 在沙巴州的三达干收购了1000英亩的土地，将业务扩展到了东马地区。2000年11月 Kimlong 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，只不过创办人 Mr. Gui 已经无法看到公司辉煌的这一幕了。2008年8月 Madam Lu 与世长眠，并将公司托付给下一代继续发扬光大。第4点， Kimlong 的股价是长期都呈现着上涨趋势的。对于种植股来说，尤其是经营这油棕行业的，很多投资者都会参考油棕期货价格走势来评估种植股的当前价值。Kimlong 当然也不例外。对比2者的价格图表可以看到，2者之间的走势多多少少都是有挂钩的。比如说08年6月到10月的下跌，10年6月到11年1月的上涨，11年1月到9月的下跌，17年10月到19年6月的下跌，19年12月到20年4月的下跌，20年4月到22年4月的上涨等等。不过如果以长期来看，油棕期货价格从08年2月抵达高峰后，就一直停摆，直到21年6月之后才再突破高峰。而 Kimlong 的股价在这段时间至少上涨了3倍以上。近期的油棕期货价格更是从历史高点的7000令吉回跌到08年2月的4000令吉。不过 Kimlong 的股价仍然徘徊在历史新高范围。这么看来 Kimlong 确实是一间值得长期投资的好公司。第5点， Kimlong 在环境、社会与监管方面是有待加强的。
Kim原本的成绩还算是不错的，在2021年 FTSE Russell 的环境、社会与监管评分当中获得2颗星的评级。毕竟 Kim 长期以来在油中的新种植和搬种上都是实行零燃烧政策的，也为员工提供现代化、舒适的宿舍，并提供优质的水电供应。除此以外，公司还安装了适当的处理系统和沼气厂，以处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高污染废水，并收集3间中铝油厂产生的甲烷。单单在2022财政年，已经有接近3000万立方米的温室气体被捕获和销毁，或者被重新利用，以产生可再生能源，然后销售出去。只不过近期公司的3间沼气厂，有2间正在建造新的高效锅炉以及静电除尘器，所以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公司在2022年 FTSE Russell 的环境、社会与监管评分当中被除名了。希望 Kim 可以尽快重新列入名单当中，毕竟现今的社会对环境、社会与监管可是越来越重视了。第6点， Kim 是一间很喜欢派股息的公司。从历年来的数据中可以看到，公司自2000年上市以来，每一年都会派股息，在近10年的股息收益率更是大部分高过银行的定期存款。除了2020财政年业绩受到低中铝油价格的严重影响以外，还有 Kim 的股息派发率也是相当高的，近2个财政年的股息派发率甚至达到了接近100%，也就是说公司赚多少派多少的意思。那除了派发股息，公司时不时也会派发免费红股和凭单来回馈股东们，同时也会分拆股票，以避免股价过于昂贵，让更多想要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可以参与其中。有着这么好福利的公司，很适合投资者作为长期投资的目标。第7点， Kim 是一间净现金公司。从公司2023财政年的第3季度报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目前手中握有着的短期投资、现金和银行余额一共高达4亿2000万令吉左右，而债务就只有大约6100万令吉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公司有着大约3亿6000万令吉的净现金。有着这么好的财务管理能力，相信现金流表的表现也会相当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。确实，现金流表是非常漂亮的，主要的现金来源都是来自于营运活动中，也就是做生意赚回来的钱。投资活动呈现现金流流出状态是正常的，代表着公司有正在发展并且壮大。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呈现流出状态，主要是在于派发股息所致，表示这公司确实没有亏待股东们。由此可见， Kim 在管理现金方面确实是经验老道的，所以才能够维持每年都派股息之余，也可以保持着净现金公司这个威名。第8点， Kim 是一间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。从公司的2022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，在9名董事成员当中，魏氏家族就占据了6个位置，分别是任职执行主席的龟兄 Lim、董事经理龟兄 Hin、替任董事龟开倩和龟春康，以及执行董事龟兄切和龟兄Gam。这几名董事都是已故创办人 Madam Lu Gyok Eng 的儿子和孙子，而其他的3名董事成员属于非执行董事，并不在公司管理层担任日常职务，所以基本上公司的决策权就落在这6名魏氏家族成员的手中。另外，公司的营销和工厂总监龟春厚是董事经理龟兄 Hin 的儿子，不过他就不是董事局成员之一了。至于股权方面，则是以龟兄 Lim 为首的4名魏氏兄弟，通过 Syarikat Kim Sdn Bhd 牢牢掌控这公司接近65%的股权，所以 Kim 就是一间非常典型的家族企业。第9点， Kim 2023财政年第3季度的业绩是比较逊色的，营业额比起去年同期下滑了 18.3%， 至4亿0241万令吉，净盈利则录得了3674万令吉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约 10.5%。营业额和净盈利的下跌，主要归因于原中油平均售价下降所致，从而使到中铝油加工业务的利润贡献减少。
只不过相比起单个季度业绩，管理层更注重于累计业绩，所以在讲述业绩表现时，几乎都是关于累计3个季度的业绩表现。话虽如此，管理层还是有对比这一季度和上一季度的业绩，可以看到原重油价的下滑，确实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第10点，Kim Long 对油中业的前景感到乐观。管理层在季报中预测，2023财政年的油中鲜果串产量将比2022财政年高7%，以及预计本财政年度的总加工量可能超过150万吨鲜果串。另外，公司在肯尼奥的沼气厂已经在2022年12月开始供电，预计另一间在德鲁比的沼气厂可以在2024财政年的上半年开始运营。管理层也提及到，目前处于生产的旺季，很有可能会对原重油价格造成压力，但是预计在2023财政年的剩余期间，原重油的平均价格应该会保持在每吨4000令吉左右，所以仍然可以从中受惠。只是目前的化肥成本高涨和劳力成本升高，将会是公司持续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。尽管如此，管理层还是预计公司在2023财政年的表现将会获得创纪录的收入和利润。那各位对 Kim Long 这间公司有没有兴趣呢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以上就是关于 Kim Long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，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